原文：为学者日益，为道者日损，损之或损，以致无为也。无为而无不为。白话：为学则外博求，为道则内心修，觉悟则至无为，无为则反自然。求学是向外探索万物的知识，修道则是向内降服无量的业力。当人真正觉悟，便能领悟非无为不可的道理，而无为之道是对有为太甚的返还，返还至原本太平清净的和谐自然。恒无欲是觉悟真相的基本条件，恒有欲则是通往真相的实际途径。所谓恒有欲，不仅指世俗的欲望，也包括求知的渴望。博学能开启人的眼界，使人洞察万物的因与果，触类旁通，明白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。例如，透过对文明的观察，我们可以理解东方文明比世界老了2000年，思想的演进也总是循序渐进。随着文明意识的推移，我们能预见思想的流向。如今的西方，正如汉初之世，若未能觉悟于道，未来也可能步入独尊资本、专制腐化的时代。因此反也者，道之动也。所谓反，正是对道的觉悟，而道便是意识的运行规律。金刚经中所说的降伏其心，能灭度无量众生，不仅是心灵的平静，更是因为宏观意识对微观世界具有演化趋势的引导作用。当小宇宙中的业力逐渐消解，微观世界清净安宁，烦恼妄念自然止息，这正是为道日损，内心修炼的真实作用。而《金刚经》又说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这提醒我们，真正的菩萨并非以有为之心去拯救众生，而是以无为不住相的意识趋势，引导无量微观世界归于太平清净。若心中仍执着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便不是真正的菩萨。金刚经中的降伏其心与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只是表现在不同的层面。降伏其心是宏观层面的现象，而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则是微观世界的趋势与变化。当内在的小宇宙清净太平，妄念与业障便会自然消解。由此可见，宏观的心念与微观的生态本是一体，互为因果。所谓宏观，是主观意识所在的层次。例如，当主观意识处于人间，人间道就是宏观世界，而更深一层的内在宇宙便是微观世界。向外延展的更高层次，则是巨观世界。若以人间为宏观，那么微观世界相当于修罗道，巨观世界则对应天人道。微观世界是宏观世界的基础粒子，而宏观世界的载体，如地球，又是巨观世界的基础粒子。所谓微观、宏观、巨观，正与佛经中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的观念相通，不同的只是表达方式。学习使知识与智慧不断增长，
修道则让业障与执着渐渐消解，两者并非对立，而是并行不悖，相辅相成。当业障降至一定程度，人便能觉察万物的真相，明白一切有为终将导向失衡与堕落，于是心中生出无为的觉悟。所谓无为，并非顺随有为洪流消极不作，而是积极恢复自然，使其恢复至固有的清净太平，让万物回归和谐共生的正途。试想，若一个被严重污染的环境要恢复自然，难道顺其自然不干预就能办到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唯有全面而彻底的行动，才能真正扭转局势。行动的关键不在外向的忙碌，而在于是否合乎自然的法则，在无形中调整、修复、预防、维持整体的健康与平衡。因此，道法自然正是无为之道的核心理念。所谓无为，并不是放任、懒惰或逃避干预，而是一种对有为过度的反调与修正。无为对有为太甚的返回，就像逆水行舟，若不奋力往回划，便会随流而下；若顺着有为洪流，势必坠入深渊。所以，无为不是随顺自然，而是以觉悟的智慧回归自然。就像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莫身不殆。这段话，唯有觉悟真相，才能生出脱离险境的决心与力量，最终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无论投生何处都能安然自在。举例而言，现代的环境保护、沙漠绿化、污染治理、生态富裕，这些努力都是对地球生态的无为而无不为，前提是其并非违逆自然的强行改造，而是顺应自然规律，使自然恢复原本的健康。另一方面，菩萨道所说的不着法相的意念布施，则是一种更深远的无为而无不为。菩萨不会以强迫或干预的方式去改变众生，而是以清净的心念，在小宇宙中形成清净的演化趋势，让无数微观世界自然地趋向清净太平的方向演化。菩萨道与王道都是觉悟真相之后的无为之行。菩萨道以宗教力推动，借由不住相布施，引导无量微观世界归于清净太平。因此，弘扬金刚经之所以功德无量，就在于有人行不住相布施的无为法。王道则以政治力推动，缔造太平大同的世界，使社会安详而民风淳朴。因此，微观世界也会因为宏观世界的太平清净，而获得普遍地改善。两者虽着眼不同，却同源于一心。菩萨道的作用深远，而王道的影响广大。若能相辅相成，则治理效果会更好。例如，用菩萨道化育业障特别深重的人，使其修行佛法不住相布施，而让有为业障大幅降低，其效用就如同净化污水一般，透过沉淀过滤与生物降解的自然作用，使污浊之水重获纯净，再回归于河流与大海。李耳，也就是后人所称的老子，曾任周王室守藏室之使。由于他饱览三代古籍，
所以学识渊博，见闻深远。当他告老还乡之时，函谷关守将尹喜苦苦挽留，请他留下著述。若你是李耳，会怎么做呢？是如行云流水般随笔写下5000余字，还是闭关10年，撰成近100篇艰深难解、彼此矛盾却又精妙通达的论文？又或者只是打开行囊，让尹喜抄录自己多年来的笔记？李耳所持的黄老之学，并不似《孙子兵法》，它更像是一部原始笔记，尚未经系统编修。与出自民间的《郭店楚简》相比，李耳笔记显然内容更丰，更近原著。《郭店楚简》所载不过1000余字，而李耳摘抄的黄老之学水准，远远超过民间流传的版本。想想看，周王室在守藏室中搜罗了多少古书？在周初搜刮之后，民间又能留下多少？这正是李耳笔记与郭店楚简之间的根本差异。李耳笔记或许只是浩瀚黄老之学的9牛1毛，但仅凭这区5000余字，已足以震撼千古，成为后世无数思想体系的源头。然而，今日流传于世的《道德经》，多半是汉代儒者根据这些笔记改编、整合而成。它依然玄妙深邃，但关键细节都被刻意篡改过，就像被篡改过的九阴真经。若真照着修炼，也许能功力无双，却终将走火入魔，成为既可怜又可怕的天下第一。之所以称之为李耳笔记，正因李耳并未擅改原文，他只是忠实抄录下那些古代黄老的思想篇章。因此我们会发现，笔记中大部分各自独立包罗万象，但其中有的篇章彼此相似，像是引用或改写，有的承继发扬，有的截然不同，甚至还有不少互相矛盾的。那是因为它们本就源自不同时代、不同作者、不同境界的智慧结晶。这些笔记犹如一面面古老的镜子，映照出夏商以来人类对道的追寻，而李耳则是让这些光再次被后世看见的人。